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同样头饰繁琐，把赵露思和杨紫等人放一起看，女星品味差异出来了。今年播的那些古装剧啊，总体看下来，每部都有那么几个让人眼前一亮的点，但说实话，选角这块真是差点火候。不是说不行，就是感觉少了点啥，让人看完之后，心里总觉得有那么点遗憾。一念关山这部剧啊，可真是火到不行，口碑也是一路飙升，大家都说好看。刘诗诗在里面美的就像个仙女下凡，简直倾国倾城啊！不过呢，说到刘宇宁，她的脸嘛，怎么说呢，就是让人有点难带入角色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这部剧真是太有看点了，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特色，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！未有暗香来这部剧里，男女主角表现都还挺不错的，但女配角的颜值，咋说呢？感觉还没剧中的丫鬟来得抢眼呢。这部剧里的男女主角都顺利过关了，但说到女配角，感觉她跟剧里的丫鬟比起来，真的差了点意思。《宁安如梦》这部剧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啊！男女主角两个人，怎么看着都不像角色设定里的样子。女的呢，哪里像个少女啊，老气沉沉的，简直就像个老阿姨。男的更别提了，嘴秃脸歪的，跟古装美男完全搭不上边。这剧真是越看越别扭，越看越让人失望啊！暑期档还有部剧叫《长相思》，我的说，谭健次和邓为演的那俩男配，真是帅到没朋友，比男主张晚意还抢眼呢。而且他们啊，长得甚至比女主杨紫还要美。哈哈，这俩男配真是颜值担当，太养眼了。神隐里的赵露思啊，大家都觉得她表现挺正常的，没啥特别出彩的，但也没啥大错。至于王安宇嘛，她穿上古装后，那张脸简直就像开了美颜特效一样，太抢眼了。其实古装剧啊，最大的亮点往往都是那些女性角色。你看啊，她们穿着那些华美的衣裳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一出场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所以啊，在这样的加持下，真的很难找出那种普普通通的女性角色来。不得不说，古装剧里的女性角色真的是各有各的美，各有各的看点啊。现在国产古装剧是越来越多了，可这样一来，品质上难免就有些雷同了。特别是那些女性角色的妆造，简直就是撞款撞得没完没了。你说这怎么让人分得清谁是谁呢？真是让人看了都觉得腻味。今年咱们国产古装剧真是多，可一看头饰，咋都长得差不多，就跟复制粘贴似的。不过，就算头饰都繁琐，把赵露思、杨紫这些女明星放一块比比，审美上的差距立马就显现出来了。不得不说，每位女星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但头饰这么一来，就显得有点单调了。虽然头饰都差不多，但赵露思的头饰就显得清新脱俗，杨紫的头饰则显得高贵典雅。看来，就算是同样的东西，不同的人也能穿出不同的味道啊。所以啊，头饰虽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女星们自身的气质和审美。这差距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一念关山里，刘诗诗一亮相，那造型简直让人眼睛一亮，美得不行。她演的那个白雀角色，真是迷人的让人魂都被勾走了。那个舞女造型，真是看一眼就让人心疼的不行，简直太让人怜爱了。这发饰可真讲究，金色的发饰和红色的发带搭配在一起，看着就喜庆。再看脸上那朵精致的花钿，哎呀，真是美得让人眼前一亮，一眼看过去就让人惊艳的不行。这搭配可真是个高手，简单又不失时尚感，真是让人喜欢的不得了。说实话，刘诗诗的这身装扮原本看起来真是太赞了，简直就像是专门为她打造的。不过，
跟其他女演员一比，虽然妆容和造型都差不多，但刘诗诗的脸型瘦削，骨骼感很明显，演女杀手是挺合适的。但感觉她身上那股子柔美里多了点硬朗的味道。不得不说，对比之下，这点差异还是挺明显的。刘诗诗长得挺美的，但太阳穴那有点凹陷，这点小瑕疵让她看起来就没那么完美了。说实话，这点小问题真的挺让人在意的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她还是很漂亮的，这点小不足也挡不住她的魅力啊。叶青虽然在这部剧里露脸的时间不多，也就前期跟刘诗诗有那么几场对手戏，但俩人可是合作过好多次了，而且叶青那长相一眼就能认出来，所以哪怕时间短，大家也都记住了她。不得不说，叶青真的是那种一出现就能让人记住的演员，哪怕戏份不多，也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叶青演的玲珑和刘诗诗演的任如意，他俩一开始在朱一卫里都是白雀，都是靠跳舞来执行任务的。看他们俩从化妆到头发，再到戴的花钿，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一模一样，简直就是复制粘贴的。不过啊，跟刘诗诗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惊艳感比起来，叶青穿这身造型就显得有点不够大方了，还有那么点儿小家碧玉的味道。她嘴唇太薄，眼睛看起来也没啥神采，更像是个丫鬟，完全没有刘诗诗那种大女主的气场。刘诗诗本身气质就挺清冷的，这套造型让她看起来更加贵气十足。不过啊，叶青穿上这套衣服就显得有点吃力了，感觉撑不起来，有点违和感。所以啊，衣服还得看人穿，每个人的气质和风格都不一样，得选适合自己的才行。陈都灵这个古装美女，真的是在各种剧照里美得让人眼花缭乱啊！这回在《一念关山》里，她还挑战了皇后的角色，真是让人期待。因为这个角色的设定，她的造型也显得特别华丽，一看就是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，真是美翻了。哇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啊！这发饰可不是一般的华丽，不仅金钗设计的各式各样，复杂又精美，而且发间还点缀了各种璀璨的宝石，简直就是贵气逼人。一眼望去，就知道这绝对不是普通人能 hold 住的造型，简直就是身份的象征啊！陈都灵长了一张标准的鹅蛋脸，看着就特舒服，线条流畅得很，不像刘诗诗那种气质太凌厉了，她看着就温婉多了，给人一种国泰民安的感觉，真是看着就让人心里踏实。这脸型啊，真是给她的气质加分不少呢。不过说实话，陈都灵的眼睛确实是她的一个小瑕疵，她的上眼皮看着有点松垮，让她整个人看起来都像是没休息好，精神头不足。而且啊，她要是面无表情的话，看着就更显老了。但咱也得说，这也不影响她的整体美感，毕竟人无完人嘛。说到陈都灵嘛，她可是那种小家碧玉类型的美女。虽然她努力去演那种气场超强的皇后角色，用演技来弥补这种风格上的差异，但说实话，还是让人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就像是走错了片场似的。可能是因为这样，那些复杂的头饰就显得有点多余，看上去反而有点累赘了。总的来说，感觉她还是更适合演那种温柔甜美的角色，演皇后这种大气的角色，真的有点挑战啊。在《长相思》这部剧里，杨紫穿着华丽衣裳亮相的那个镜头，真是让人过目难忘啊。她的打扮也是费了不少心思，从发饰到妆容都看得出来是精心准备的，看着就让人眼前一亮，感觉特别惊艳。杨紫这套衣服啊，简直了，让她看起来膀大腰圆的，哪里显瘦啊？腮红涂的那么多，嘴唇的颜色又那么重，简直比花钿还抢眼。这么一来，感觉杨紫一下子就老了10岁似的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啊！
杨紫的脸型也是鹅蛋脸，不过啊，她跟陈都灵比起来，五官就显得没那么秀气了。杨紫的五官给人一种比较钝的感觉，再加上她脸上的法令纹挺明显的，苹果肌也显得有点僵硬，这样看着就让人觉得有点不自然了。说实话，杨紫虽然也挺漂亮的，但和陈都灵那种清新秀气的美比起来，还是有点差别的。杨紫啊，那种特别复杂的头饰对她来说简直就是个灾难。她那种气质吧，真的不太适合这种花里胡哨的造型。相比之下，她在剧里女扮男装的样子，看着就要舒服多了，更接地气，更符合她的风格。所以啊，杨紫还是得选对适合自己的造型，这样才能真正展现出她的魅力。神隐这部剧播完后，有些观众对赵露思的形象气质有点不满意，觉得她演女主角有点吃力，颜值也就一般般，没有特别出彩。说实话，赵露思的长相可能不是那种一眼就惊艳的类型，但演戏嘛，还是得看演技和角色的契合度。我觉得她演得挺好的，挺有灵气的，就是可能有些观众期待值太高了。说实话，赵露思在剧里的好多造型都挺普通的，根本没能凸显出她的优点。不过啊，她穿红衣的样子真是惊艳到我了，比那个演3届第1美人的曹斐然还要亮眼，简直就是美翻了，直接就上热搜了。赵露思这中分发型真是绝了，让她的圆脸看起来更加可爱亲切。别的女明星头饰一复杂就得把整个额头露出来，但赵露思可不一样，她巧妙地利用刘海修饰脸型，简直是运用到了极致啊！这发型真是为她量身定制的，让人看了就觉得舒服自然。除了那套造型，剧里赵露思还有一套红衣装扮，真的让人眼前一亮。头饰搞得更复杂了，衣服一看就知道花了不少心思，但你看她额前的发型，跟之前一模一样，这种小细节不变，大地方使劲搞的妆造方法，就是不会让人觉得单调。整体看起来还是那么有新鲜感，真是太赞了。说到跟心爱的人步入婚姻殿堂那段，赵露思可真是个大变样啊！原先那飘逸的长发都被梳成了发髻，连头上的装饰都从金色换成了红色，看起来真是别有一番风味。不过啊，最抢眼的还的是她那两边的胎毛刘海，让她显得更加活泼灵动，真是美呆了。哎呀，说起神隐里的赵露思啊，真是美得让人眼前一亮。只要她一穿上那身耀眼的红衣，立马就能成为全场的焦点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那复杂的头饰不仅没有抢了她的风头，反而更衬托出她的美丽。这简直就是赵露思的专属造型啊，太适合她了。说起赵露思，她在以前的古装剧里可是经常穿一身红装亮相的。就说那个让她火起来的传闻中的陈芊芊吧，她穿上红衣骑马的那一刻，简直就是美到让人心跳加速，简直是一眼就让人爱上了。那种感觉真的是太让人心动了。星汉灿烂里的袅袅啊，大婚前夜她穿上那身红衣，真的瞬间气场全开，就像个大女主似的。那种感觉就像是为爱拼尽全力的破碎感，一下子全出来了，真是让人看了都心动不已。说到赵露思啊，她演的角色可真是让人过目不忘。就像国子监来了个女弟子里的桑琪，还有且试天下中的白凤熙，每次看到她穿着红衣，头上戴着那些复杂的头饰，简直美到让人心都化了。这次在神隐里，她又穿上了红衣，那妆造真是绝了，感觉赵露思就像找到了自己的舞台，完全掌控了全场。这姑娘真是越来越有范儿了。